Hello，大家好，我是佩蓉。今天想要第一次在我的影片中和大家聊一聊新小孩这个主题。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对新小孩在饮食上、饮食习惯、饮食特色上的一些观察与发现。那第一个我观察到的饮食特色就是吃得少。新小孩一般来说，因为他们来自于比较高维度的星球，所以他们天生的经纬身体上的振动频率能量就是比较轻盈、比较细致的，不像一般人那么的厚重啊、稠密，所以他们会选择比较少的食物，就是为了维持他们经纬身体的这种轻盈、轻巧的状态、细致的状态。所以他们会不需要太多食物来增加身体的负担。那我相信这一点就可以让很多家长还有长辈都很头痛、很伤脑筋，觉得我们家孩子为什么永远都吃那么少啊？怎么会有营养啊？怎么长得高啊？等等。那其实只要家长去观察孩子的生长状况，他的生长指标都是稳定持续的在增长，或者他的活动力啦、精神力啦、健康状态都是很 OK 的话，其实也不用太过担心，就是可以帮他寻找一些比较天然的营养补充品，维他命啦、蔬果液啊等等，成分比较天然的，对他的身体来讲会比较好吸收，他的身体的反应也会比较良好。所以对吃得少这件事情，其实有时候我们可以比较放宽心的去看待它，不用很焦虑的给自己很多压力，觉得我一定要再多喂他吃半碗饭，一定要多让他吃几片肉等等之类的。有时候当然我们可以鼓励他多吃一点，更有体力等，但是就是如果你观察整体来讲，你孩子的进食量就是不是那么多的话，那其实你就也可以接受他身体需要的可能就是这样的分量而已。好，那我们就从这里衔接到第二点，新小孩的饮食特色就是他可能会慢慢的减少对肉的摄取，会比较倾向以蔬果为主。那以我自己本身，我是1980那个年代的靛蓝小孩，也就是第一批来到地球的新小孩。自己当然也有家庭背景的关系，我从小跟着父母是只吃海鲜不吃肉的。那其实同学出门看到我这样吃都会觉得很奇怪哦，牛排煎的那么香，然后咸酥鸡排这么美味，你不试试吗？可是其实我并不是只是因为家庭因素而不吃，其实我看到肉我本身就我不但不喜欢，我还会怕。我在市场看到肉块，不管是传统市场还是包装好了，我其实都会觉得不舒服，我也怕，我会觉得恶心，我不敢靠近那个区块。所以其实以我本身来讲，我是从小就不吃肉。那我怀胎的时候当然也不吃肉嘛，但我孩子出生之后，他其实很多肉，什么肉都吃，羊肉、鸡呀、鹅、牛、羊、猪都不用说了，他都吃。我其实也很惊讶说，哇哦，你在我娘胎里没吃过的味道，你出生后居然都敢尝试啊！我也觉得好 OK， 就尊重他的选择。但是我发现他慢慢越来越大，尤其进到国小，就是其实随着新小孩的心智年龄还有身体在成长的过程，他如果跟宇宙是同步在推进进化的话，他身体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他的经纬身体是更细致的，他对肉的摄取或者红肉的摄取减少，这个也都是有迹可循的。所以他到现在其实大部分的选择是跟我吃一样，以蔬食为主。他现在肉不太吃了，偶尔会跟着爸爸吃一些，但是很少很少，没有像小时候那样什么肉都愿意吃都尝试。那以我自己在频率提升的过程，其实也是我到现在尤其灵性成长之后呢，我对于海鲜，因为我只吃海鲜嘛，我其他肉类不吃，我以前海鲜就是我的主食，我几乎每一餐都要有鱼或者虾。但是到现在，我其实一个礼拜里面，我可能吃到海鲜的次数可能就只有1-2次，就是假日跟家人出门或什么的时候，餐厅等等聚餐比较容易选择得到。我在家里我自己是没有在烹调海鲜这一类的食物，是完全蔬食，以蔬食为主的。就是我就觉得我身体不再需要那些，所以你们家的新小孩，如果你发现他肉也吃得越来越少，或者对肉的选择也不是那么多样的时候，
其实也是可以去留意观察他是不是也是有这样一个饮食上的选择的改变的一个迹象。那同样回到前面的一个命题嘛，如果他的身体状况、活动力、精神健康、生长指数都在正常范围内，那我们还是可以放心的去让他自己选择，还是可以鼓励的尝试问他需不需要补充一些肉类的营养。但是如果他不是那么需要，或者他根本就不想吃，其实也不一定要去勉强他。好，那跟这个肉类相关的第3点就是新小孩其实对蛋奶的摄取也会越来越少。那以我们家孩子来讲，他其实大概1岁多开始吃人类的食物之后，他就几乎断奶了。当然我们还是有帮他补充婴幼儿奶粉啦、成长奶粉给他，但是他的量不会到需要很多，就是可能偶尔补充一下就够了。那更明显的是到他上了国小之后，他现在9岁多快10岁，他从国小1年级之后，他很明显的奶粉也不要了，鲜奶也不要了，就是他不再需要奶类，直接喝奶了。当然你说加在其他的饮品，比如说果汁、牛奶、豆浆、鲜奶，这他可能还会喝，就是味道好喝他还是愿意喝，但是单纯的去喝杯鲜奶、泡杯奶粉，他就不是那么需要了。那他对蛋的需求也是，因为新小孩一般都是比较高度敏感的孩子，那我们家对食物的选择也是非常的敏感，他要口感，要味道就是各方面他都要能够接受他才吃。所以蛋的话，有时候炒蛋、煎蛋，如果那个味道他觉得吃得到腥味或什么，他可能就不要了。那讲到奶蛋的这个部分，就是连带的就是他现在对于面包类不太需要摄取了。一样的就是在他国小之后比较明显。国小以前因为他们身体还在成长发育阶段，然后也还是有点在萌妹的阶段嘛，他其实很多的开发还不是那么明显的时候，他的接受度、选择度一定是比较广。那当他的自我意志慢慢出来，他能够感觉到他身体需要什么，他的口味想要什么的时候，他能够自主去做选择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家的孩子他对于蛋奶的需求一直变少之后，他面包类的他自然就不太会想要了。那以上这几个部分大概是新小孩以他们在这个学龄阶段会遇到的可能的一个饮食的特征或者改变，在这边分享给大家。如果您觉得你们家的孩子也有对应到上述的一些这些特点，或者他有其他更特殊让你觉得更摸不着头脑的饮食习惯的话，也欢迎你留言跟我分享。因为我知道有些孩子他的饮食需求是更少，他可能吃的更少，或者选择性也是更少量的。对，那其实只要他的生长状态都是健康的，都是稳定的，我们其实就是可以慢慢的放下心，就是观察他一路的成长趋势都在 OK 的范围内的话，我们有时候是可以去尊重他对饮食的选择的。好，那我今天的分享大概就到这边，对于新小孩的饮食特色、选择等等的。那如果大家觉得喜欢我的影片，觉得我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的话，也欢迎你为我订阅、按赞、分享支持咯。那就下一支影片再见咯，拜拜。